那是一个宁静的夜晚，窗外的风静静吹着，星星像是从远古送来的讯息，闪烁在黑蓝色的天幕。屋内的灯光柔和，仿佛在提醒着，这一刻值得我们用心凝视，用灵魂倾听。人生的相遇，就像宇宙星系之间的引力，从不随机。吸引力法则早已将频率相近的人安排在彼此的轨道上，只是真正的连结，从来不是单向的拉扯，不是谁依赖谁，不是谁主宰谁，它是共创。曾经以为爱是一种给予，是不求回报的付出，是无条件的包容与牺牲。但当一颗心不断将自己的力量交出去，当每一次温柔都变成压抑的代价，那份爱会渐渐失去了它原有的光。宇宙教会我们，真正的爱是让彼此都能成为最闪耀的自己。在那样的关系中，没有谁是拯救者，也没有谁是等待被拯救的。彼此就像两个共振的星球，在各自运行的轨道中发出和谐的光频，照亮对方，也温暖自己。你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？在某一段关系里，为了维系连结，试图压抑自己，把自己缩小、折叠，甚至否定。你以为这样就能换得稳定，却不知不觉遗失了原本那个闪闪发光的灵魂。但那不是你的错，这是我们从小被灌输的爱的样貌，一种建立在牺牲与依赖上的模式。我们被教导要听话，要顺从，要为了关系而放下自我，却从未被引导学习什么是基于自由、责任与创造的连结。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，你是什么样的能量，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事物。而一段健康的连结，必然是你我都处在完整的自己的状态。不是为了被爱而改变自己，而是因为自我完整，才吸引来同样愿意共同创造的灵魂。那是一种彼此赋能的关系。在这样的共创中，你不会被期待成为别人的答案，而是一起成为问题的探索者。当你跌倒，对方不会责怪你没看清前路，而是愿意蹲下来，和你一起看看是哪块石头挡住了你们的旅程。当你发光，对方不会因嫉妒而想掩盖你，而是因为你的光芒也照亮了他的世界。这样的连结，不是从匮乏中求索，而是从富足中分享。它不是依赖，而是陪伴；不是控制，而是支持；不是成就彼此的需求，而是成就彼此的灵魂。那一天，你学会了一个行动。当你感到关系中出现失衡的时候，你没有再急着用妥协换来和谐，而是静下心来，问自己，这个连结，还是我愿意共创的未来吗？我是否还能在这段关系中做自己而不需要被剪裁？你开始练习，不再一味满足别人的期待，而是主动设定界限，说出你的感受与渴望。你也学会倾听，不带批判地去理解对方的世界。你们不再是两个互相所求的容器，而是成为一座座流动的光塔，彼此交换着光与温度。这样的转变是灵魂的觉醒。宇宙不会强迫你学习，但它会一次次以重复的课题，轻声提醒你，你可以选择共创，选择爱与自由并存的方式。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，却是一条让你越走越轻盈，越走越明亮的路。在这段旅程中，你也会吸引来与你频率契合的人。他们可能来自不同的时空背景，但你们会因为共同的灵魂渴望而靠近。你们的合作不是出于利益的盘算，而是一种自发性的召唤，一种我愿意与你一起建造一个更美好世界的心声。这样的合作无需过度承诺，因为彼此的信任来自内在的稳定。你不怕对方离开，因为你早已不把自己的幸福交付在别人手上。
你也不害怕孤单，因为你知道，即使一人独行，也能与宇宙的爱同在。最终你明白，真正的连结不是捆绑，而是展翼。每一段真实的连结，都是一场共同创造的邀请。而你，在自由中选择爱，在爱中选择自我负责，在自我负责中，诞生出一个崭新的你。那个不再等待他人照亮的你，而是点亮自己，也点亮他人。宇宙的频率回应着你的转变，吸引来新的共创机会，新的爱，新的自己。这些改变不是奇迹，而是你与宇宙携手创造的结果。现在，请你深深呼吸，轻声对自己说：我准备好用爱与自由共创我的世界。那是童年记忆中的一幕，清晨的厨房，微弱的日光透过窗帘缝隙，洒在准备好的早餐桌上。年幼的身影趴在椅子边，默默注视长辈舀汤、夹菜，再伸手裁冻块。那时只知长辈先动筷是一条规矩，却不懂背后的意义，只是反射性的模仿，生怕被责备。这些从小领受的家教，如同一套外壳，塑造了表面的举止，却未必能映照内心的温度。随着年岁渐长，开始走入人群，举手投足之间流露的礼貌依旧流畅，见面打招呼，不打断别人话语，让座，鞠躬，谢谢，对不起，这些都是社会互动中正确的行为规范，像宇宙中运行的规律，既稳定又可预期。然而，当夜深人静，回到房间，与自己独处时，却发现那一套礼貌常常只是习惯性的反应，并非出于真心的理解与尊重。一次，在人来人往的捷运车厢里，看见有位行动不便的乘客挣扎着上车，旁人自动退让，却也都只是有礼的侧身，不发一语。系统的有礼在那一刻显得冰冷，真正的温度并未因对方的需要而流动。这时，心中泛起疑惑，如果礼貌只是表面的机械，是不是和没有礼貌差别也并不大？这种体悟就像吸引力法则中所揭示的，内在的能量频率决定外在世界的回馈。若行为只是机械的反射，并未伴随内心的共鸣与尊重，所散发的能量便是不足与疏离，无法真正吸引温暖和共鸣。反之，当每一个举动都来自真心的选择，带着关怀的频率，那股能量会如磁铁般吸引同频的善意回应。有一次独自在公园散步，远远看到有人跌倒，旁人多是侧目，却无人上前扶起。忽然，一位老者缓缓走去，伸出援手，轻声询问是否需要帮助。那位跌倒者眼中流露出惊讶与感激，接着点头。彼此的距离在一瞬间拉近，连天空似乎都柔和了光线。这份温柔并非源自我应该这样做的外在教条，而是发自内心真实的体贴与认同。那一刻，家教的行迹仿佛蒸发，只剩下修为的光芒映照彼此。修为如同宇宙深处的星辰，不以外在形态示人，而在于内在的自觉与选择。它不是刻意的表演，也不是迎合别人的期望，而是一种自发、自然流露的善意。当某一句请和谢谢不是因为有人看，而是发自真心，能打开人与人之间的心门。当一个微笑不再是为了维持礼貌，而是因为欣赏对方的存在，那份共振的频率就足以将冷漠化为温暖。思及童年的那套家教，想起父母在寒冬中坚持不吭声学社交礼仪的场景。每一次的站直、不吵闹、礼貌问候，都深植于行为模式，却不见内在的修为在孕育。当习惯与修为分离，人们往往会迷失，礼貌成为面具，修为却未能跟上节奏。内心的世界
依旧荒芜，外在的举止依照规则运作。这正如法则中所说，如果缺乏一致的内在状态，行为再完美，也只是空洞的形式。真正的成长来自于内心的省察与觉醒，它是静谧时刻里的反思，为何我要按部就班的行礼？这份礼貌是否源自于对他人真正的尊重？如果从心底认同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，便能自发地呈现亲切的举动；如果用意识去回应对方的需要，便能读懂微小的讯号，给予最恰当的关怀。那样的修为并不因场景而变动，是恒长而温暖的力量。在一次志愿服务中，牵起孩童的小手，带他穿梭拥挤的街道。习惯中，只要说跟紧我即可，但若心中将它视为珍贵的花朵，不断留意它的步伐与视线自然流露的好奇，才是真正的修为。这种从里到外一致的善意，如同宇宙的共振，会让对方感到被看见与安心。吸引力法则指引我们，用心的能量会吸引相似的回应，而那些只是机械的行为，则难以建立深刻的连结。曾有人说，修为是君子之道的内核，是德性与智慧的结合。当言行同心，能量便不再分裂，外在与内在连成整体。这整体的场是一座无形的桥梁，连接自我与他人，牵引彼此在信任与温暖中前行。若将这份场比作宇宙，那修为就是星辰背后的引力，既不可见，却支撑着无数行星的轨道运行。回想那条曾经习以为常的长辈先动筷规矩，如今已不再只是刻板的程序，而是我对用餐仪式背后人际关系意涵的自觉。在彼此共识之时，以心灵交换为优先，才是最根本的礼节。这样的修为，从无形中转化为行动，不需要他人监督，只凭自己对尊重一词的深刻体会。于是在一次家宴中，轻轻放下筷子，转头微笑，适时询问旁人意愿，温言提醒孩子慢慢吃，先尝口味。这些细微的互动，如同爱的波纹，在餐桌上连连扩散。那一刻，礼貌不再是刻意，而是内在尊重的自然投射。这份流动的能量，足以让每一位参与者都感到温暖和被看见，如同宇宙在那一瞬间回应了彼此的心声。修为是一辈子的修炼，没有终点。它如同宇宙洪荒的长河，时而波澜壮阔，时而静谧无声。每一次有意识的选择，都在为自己及他人创造新的能量频率。每一次与内心对齐，都能将外在行为提升为有温度、有力量的光芒。当夜幕降临，微风拂过脸庞，我们依旧可以选择在别人面前保持礼貌，却更重要的是，在孤独中持续温养内心的尊重与善意。那份修为，才是真正让他人感到舒服的关键，不是完美的应对进退，而是那份从里到外一致的真诚善意。宇宙以无限的方式回应着我们的频率。当我们在日常细节中自然流露出由心而发的恩慈与温柔，便等于向宇宙发送了同频的信号。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，相似的能量会互相吸引。于是，我们在世界中获得更多同频的善意、尊重与温暖，并在这条持续共振的道路上，自我与他人共同成长，绽放出修为的内在光芒。那是一个深夜，繁星点点，静谧如同悬浮的思绪。窗外的风带着微凉，拂过脸颊，仿佛在轻声诉说，成熟是一场内心的长旅。在那段漫长的旅途里，曾有一颗心，渴望永远高歌，永远阳光，仿佛只要永不展露阴影，就能抵达幸福的彼岸。可当黑夜来临，灯火再亮，也无法驱散内里的惆怅。当泪水潸然而下，
笑容却如同薄薄的面具，再鲜艳也显得苍白。真正的成熟，不是一直绽放彩虹，而是允许雨水打湿大地。在某个清晨，疲惫得像空荡的叶子，却依然能对自己说：悲伤，流过去就好；痛苦，拥抱它的重量。就像宇宙在每一次星辰的碰撞后，依旧绽放崭新的星云，灵魂的暗夜也有它不可或缺的光辉。曾有人以为成熟是永不动摇，于是练就一副铁石心肠，忘了心里还有脉搏。当问题来袭，坚强成了口号，快乐变成必修课，却忘了人不是机器，也需要呼吸阴影的空间。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，相似的频率才能共振，若只播送我很好的频道，又如何吸引到真实的理解和陪伴？有一夜，静坐在窗边，看见夜空的无垠深邃，才明白，成熟的勇气在于坦然面对各种情绪。心若海洋，悲伤是浪潮的低回，喜悦是浪尖的飞舞，两者同在，才构筑了完整的海洋。只有接纳了暗夜，才能拥抱星光。那一天，行经一片荒野，孤独如影随形，脚下的路吞噬每一步光亮，心中仿佛被寒流攻陷。忽然，胸口涌上一股温柔的力量，对自己说：你不需要一直好，你只需要真实。就像宇宙不强求星辰永远闪耀，却赐予他们自转的权利。成熟不是坚持扮演完美的星体，而是拥抱自身微微的颤动。当我们允许心中有裂痕，才看见光线从中洒落。有时，一场哭泣比千言万语更有力量，一段沉默比虚假的微笑更能治愈。成熟的人懂得在伤口上轻轻附上温暖的念想，让自责和焦虑化作能量，推动自己前行。在一次荒野邂逅中，天边出现一道彩虹。那道光不是因为特别耀眼，而是因为它接受了暴雨，才得以飞越天际。成熟也是如此，不是没有风雨，而是在风雨之后，依然能够展露本色，带着一丝泪痕的余温，继续追寻生命的美好。回到日常，面对紧张的报告、复杂的人际，或许会再次感到心乱如麻。这时，请静下心，深吸一口气，让心跳回到身体中心。问问自己，此时此刻，真实的我需要什么？是慰藉？是理解？还是允许自己暂时休息？接纳这些声音，就能引导你做出最贴近灵魂的选择。成熟的人懂得在自责与善意间取得平衡。当错误来临，他们不再用责备鞭策，而是温柔询问：我可以从这里学到什么？如此一来，每一次跌倒都成为向上的垫脚石，每一滴眼泪都化作成长的养分。有人说，真正的力量在于无所畏惧，但成熟的人更懂得，力量源自于敢于携手脆弱。当你允许悲伤落下，允许恐惧驻足，才真正开启了疗愈的大门。这并非逃避，而是顺应宇宙的运行，黑暗与光明，苦与乐，都是生命谱曲不可或缺的音符。最终，成熟的旅程是成为自己最可靠的伙伴。无需假装坚强，也不必向谁交代太多。心中若有波澜，就让它流动；若温暖油然而生，就让它蔓延。你把真实的自己呈现给自己，才可能真正吸引那些同频的灵魂。在这条道路上，你会发现，越是真实，越是自由。因为唯有在允许阴影与光并存时，才能跳脱不安的枷锁，走向无拘的天空。成熟不在于永不颤抖，而在于与颤抖共舞；不在于永不流泪，而在于泪水过后，仍能微笑张开双臂迎接新的曙光。于是，
世界便因为这份真实而变得丰富。每一次诚实的呼吸，都连接着宇宙深处的共鸣；每一次温柔的拥抱，都回响着吸引力法则的魔力。成熟是生命写下的最美诗行，带领我们在喜怒哀乐中找到那条通往自由的星光大道。在一段漫长的蜕变旅程中，总有那么一刻，仿佛胸膛深处积蓄已久的能量终于在心底翻涌，一股强烈的感知告诉你，该做出选择了。那一瞬，你忽然清晰地明白，所有的犹豫、挣扎与分析，都不如回归内心的核心，踏稳每一步，勇敢表达自己的立场。记得那天清晨，薄雾笼罩大地，朦胧如同尚未整理的思绪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半梦半醒间。你漫步在湖边步道，冰凉的空气注入肺腑，前方的湖面平静无波，却在微光中泛出细碎的粼粼光影，似乎在轻声召唤，穿过迷雾，才能抵达真正属于你的方向。那一刻，你心跳加速，感到某种深层的能量蠢蠢欲动，那是长期酝酿的直觉之声，提醒你回到内在，对其外在。这种回归不是逃离现实，也非置身事外，而是在现实中找到最真实的自我。于是，你停下脚步，闭上双眼，听见风的呼吸，树叶的轻语以及湖水轻拍岸边的节奏。你的呼吸与周遭节拍相互共振，身心开始合而为一。当你深吸一口气，胃中仿佛有股暖流升起，那是久违的内在平衡正在回归。宇宙的频率在那一刻与你同步，吸引力法则开始运作。只有当你的内在足够稳定，频率足够纯粹，外在的支持才会涌向你。当你再次睁开眼睛，视野变得通透，过去那些分心的思考、过度妥协、摇摆不定，忽然显得多余。你明白了，真正需要聚焦的，不是别人眼中的标准，也不是无止境的选择，而是你最真心渴望的那件事。它或许是一次勇敢的表白，一次职涯关键的抉择，或是一段早已在心底盘旋的创作计划。此刻，你不再犹豫，因为内在的能量已指引出明确的方向。于是，你踏上小径，步伐坚定，每一步都像是将内在状态与外在世界对齐的仪式。你不再纠结于利弊得失，也不再为了讨好他人而改变立场，你选择以自己为中心，对于真正重视的事物，勇敢说是；对无关紧要的事物，礼貌地说不。在这种清晰的自我规范中，能量循环被激活，你的坚定与真诚吸引来同频的理解、协助与支持。那天傍晚，天空的云层被夕阳穿透，呈现炙热的橘红，犹如你的内心映照在天地间。你坐在悬崖边，远眺无尽的山峦与大海相连，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自由。原本埋藏的创意与愿景，全都在这一刻被点亮。你看到自己在创作室中埋首工作的样子，看到你在舞台上自信发声的样子，也看到你与心爱的人并肩同行，共同书写的人生旅程。这些画面并非空想，而是你与宇宙共同编织的未来。从那以后，每当内心再度动摇，你便提醒自己，聚焦内心的核心，回归最初的渴望。你学会在繁杂的生活里，留下片刻与自己对话。那可能是一杯茶的时光，或是深夜写下的几行字，让思绪卸下重担，回到纯净的自我。在这些小小的停歇时刻，能量得以整合、释放与再生，支持你更有力量地向前。同时，你也领悟到，不必把每一次决定都变成难以承受的重大抉择，只要站稳脚步，对自己的核心价值负责，便可掌握前进的航向。人生的航道或许曲折，但只要你保持方向不偏离，
内在的罗盘便会引领你通过暗潮。无论遇到何种外界压力，你都能在核心价值中找到支点，保持内心的宁静与自信。在一次重要会议后，你选择直言表达自己的观点，不再以妥协来换取暂时的和谐。虽然短暂引起质疑，但你的真诚与坚持反而让同事们重新审视原先的思路，最终团队在新的方向中找到更广阔的机会。那一刻，你切身感受到吸引力法则的运行，诚实表达自己的立场，便能招来支持性的回应，让事情自然走向更清晰的未来。又或者，在创业初期的艰难时刻，你曾因担忧资金与风险而动摇。后来，你回归初心，聚焦在为用户带来真正价值的使命上，将所有精力投注于产品与服务的精进。奇妙的是，随着这种核心一致的能量释放，投资者与合作伙伴接连而至，为你的事业注入新的资源与信心。你再度印证，当内外状态整合，宇宙的能量便会在你选择的道路上助你一臂之力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你学会分辨什么值得专注，什么可以放手。当被过度分析的念头袭来，你提醒自己，只要忠于内心，让能量自然流动，不必过度纠结于你该怎么做，而是站在核心，以行动回答当下。这种直觉行动常常比任何繁复的计划都更有效，因为它源于内在的合一，与吸引力法则中的频率相符原理不谋而合。几个月后的周末，你再次来到那条湖边小径。此时的你已不再迷茫，胸中那股能量早已转化为稳健的动力。湖面仍是平静，却比过去更明晰地映出蓝天与云朵。你笑了，心想，每一次的停下与对话，都是一次能量的整合，每一次的坚持与表达，都是一次能量的释放。这条路将带领你走向更明亮的未来。持续整合你的内在状态与外在生活，便能释放沉睡已久的能量，聚焦于真正重视的事物，勇于表达你的立场，便能让一切朝着更清晰的方向发展。那股来自宇宙深处的支持，将伴随你踏出每一步，吸引同频的机会和回应。当你以自己最真实的频率共振，生命便在光明与自由中绽放出最灿烂的光芒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